水培概论。您知道现在的 TAL 如何运作吗？有哪些国家在做呢？让我在下面几集告诉您。第16集，运作中的 TAL。美国的 Aero Farms 公司技术特点。Aero Farms 不使用土壤或阳光，植物在 Aerocloth 上生长。Aerocloth 是一种专利的布料基材，可重复使用，由无 BPA 的可回收水平制成。他们开发了专有的 LED 阵列，而不是太阳，可以为每种植物品种和每个生长阶段提供最佳的光谱、强度和频率。该公司使用气培设备对根部喷雾，比田间耕种少用水多达 95%， 并且不使用任何农药。Aero Farms 的生长床在室内控制的生长仓库中相互堆叠，与农田相比，每年每平方米的生产力提高了390倍。对于绿叶蔬菜，它们每年最多收获30次，而对于小绿色蔬菜，每年会有超过70次收获。业务特点和业务模式。Aero Farms 雇佣了20多位工程师和科学家，他们对植物生物学、生长系统和环境控制的了解可以进行持续的测试和改进。随着业务扩展到世界各地，他们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和合资企业，进一步发展农场。挑战。该公司正在利用更多的数据集来标准化作物生产的生物学基础，并提供具有更好营养和风味的高质量产品。为了食品安全，公司可以跟踪从种子到包装的整个过程，从而将可追溯性提高到一个新水平。荷兰的 Signify 设备 GrowWise 中心。技术特点。Signify 相信 TAL 的质量取决于照明、气候控制、传感器、物流和软件控制如何协同工作。GrowWise 中心设计有整合系统，可让 Signify 最佳的控制环境，以确定它们称其为增长配方环境的最佳设定点。他们旨在找到并指定蔬菜、水果和草本的理想生长条件，以获得更好的结果，例如更高的产量、增强的风味以及增加营养素和维生素的优质植物。业务特点和业务模式。Signify 业务的主要重点是销售飞利浦 Green Power LED 照明产品。GrowWise 设施是一个研究中心，可为 TAL 积累和改进照明技术，并促进其营销和销售，最终通过产品帮助人们。挑战。Signify 旨在继续研究并生成有关照明系统的数据，以及照明环境如何与其他栽培参数相互作用。展望未来，他们打算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，在照明系统中引入更大的灵活性。福建省中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。公司的技术特点。中科三安致力于将科学研究与工业化相结合。迄今为止，他们已经开发了内部模组化集成栽培系统、自动化智能生产系统、用于植物生长的 LED 以及其他相关技术。根据中科三安，他们已经开发了80多种定制的光谱，用于调节光合作用、形态发生、生长生产力、第二代谢产物等。
业务特点和业务模式。中科三安专注于 LED 的开发和销售，该 LED 用于植物生长、栽培系统以及与 TIL 相关的其他技术。一、系统的直销；二、TIL 工厂的运营和销售；三、研发；四、合作开发 TIL。一、系统的直销，他们出售自己的植物生长等和其他与 TIL 技术相关的系统，例如模组化栽培系统、自动化智能生产系统以及 TIL 的交钥匙解决方案。二、TIL 工厂的运营和销售，他们经营 TIL 来种植植物，包括多叶蔬菜和药用植物。三、研发，他们利用研究基础设施，致力于光学生物技术的演示和应用。四、合作开发 TIL， 他们宣布了与一家新加坡公司的联合投资计划，已在新加坡启动大规模 TIL 营运。现在，我们已经讨论了美国、荷兰和中国的 TIL， 我们将在下几集中讨论日本和台湾的情况。